为其之道，有无相生，实地于外事，不可偏废。这手棋貌似孤僻，却也能盘活，所以你要看好。叔父这棋也下了，也该说正事了吧？好，问你想问的吧。高堂炳走风落网，也在你的算计之中吧？高堂炳在军谋司做到司尉，已经到头了，不再会有上升的空间。但反过来说，他的存在对于蜀汉也是心腹大患。没错，街亭之战，要不是高堂炳截取情报的话，胜负真的很难说。他的暴露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一丁啊，你也要记住，有舍才有得。对于楚汉司文曹来说，谁抓住了高堂炳，谁就可以在司文曹更进一步。苏龙是成功了，你早就猜到，只不过是心里不愿意承认。真没想到，你才是真正的主龙。郭淮将军牺牲了武仙道，牺牲了高堂炳，才让你我二人走到了最关键的位置。你在李岩将军身边，抵得上5万精兵。那您呢？陈曹院抵得上10万精兵吧？离我的任务还有一步。司文曹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冯英肯定是要下台的。在没有完全掌握司文曹之前，一切还有变数。那你是太低估我们的价值了。我们俩联手，就等于大魏10万精兵已入汉中，伪朝蜀汉倾覆指日可待。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跟未来的结果相比，付出的代价都是九牛一毫，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。那狄越呢？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吗？刘姑娘，因为你在李岩将军身边，如果你死了，会坏了我的大事，所以今天我不杀你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不准提他的名字。小女方才失言了，得罪了。但是陈曹院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不能有任何弱点，一人暴露，牵扯的是一整条线上的人命。陈曹院天资过人，不该不知。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。我饿了，弄点东西吃。陈曹院，稍等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陈宫既是蜀谍，又怎么可能倒戈于我大魏？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3年前，蜀谍陈宫潜入我内部，后来我升他为侍卫长，但实际上，我早就识破了他的真面目。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，我当场抓获了他。就算他被当场抓获，我还是不敢相信。陈宫怎么可能违背自己的使命？一定，我叫你回长安闭门读书，不是为了罚你，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世上
最难攻破的是人心，而最强大的武器，也正是人心。慢点儿。小心。头儿，今儿挺累的，一会儿你就早点歇着，啊。来。头，没事，别扶我，撒手。郎中说了，你的下身经脉已经受损，千万别再勉强了。哎，头，没事吧，头？都没事，我去边上，去树上，让我躺一会儿。去。李岩用杨仪做了交换，保下了冯英。那你怎么办？冯英必须死，不然会让我们清品计划毁于一旦。我知道。有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柳英随时听候差遣。长空司文藏是第一要务，多小心。你是客。陈曹元慢走。叔父是如何让司职为我所用的？与其说陈宫叛变，不如说他对叛变深恶痛绝。司职确实是这样的人，这也是为什么在天水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但往往一个人最坚硬、最牢固的地方，也正是他的弱点。我给他看了一些我和冯英的交易记录。冯英，他也是我们的人吗？他不是，他只是个生意人。我和他有过一些情报上的交换。你和冯英有情报上的往来？不涉及核心机密，这些交易上的往来对我们双方的仕途都有好处。那冯英给你的情报，是蜀国外县游枭的身份吗？不然，这些游枭的生命，对他来说，无异于猪狗。必定，你要记住，这世间难论对错，天地就是如此不仁。这个事实，陈宫也断然无法接受。出去走走吧，换个眼界，你会慢慢了解谍战的要旨。
谍战向来都是血淋淋的。10年前，我和冯英有过一桩很特别的交易。10年前，任何事情，只要肯下功夫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成色。一时一刻的输赢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坐。当时夏侯渊将军镇守汉中，以挡西蜀。刘备率10万精兵突然犯境，与我加官对峙。我临危受命，秘密游说西蜀马秦、高盛造反起兵，围攻资中县，想来个忠心开花，以解夏侯将军之围。围魏救赵之策，我之前好像在一段文书里看到过，里面说，当时资中县的守将就是李严吧？资料里不会记录真实的秘密。提供给我资中县情报的人，正是冯英。冯英？那他得到什么好处了吗？等价交换，这不重要。我要说的是，得到资中县情报以后，马秦、高盛长驱大进，李严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。危急之时，李严的良官陈福挺身而出，冒充李严和马秦决一死战，不幸战死在沙场。而这陈福正是陈宫的父亲。陈宫的父亲？那陈宫的父亲岂非死在冯英手上？还有些案例是冯英为了情报战果和我们做的交换。交易的代价是什么？你这样的外县游销，你看看，这和你对施文曹掌握的情况做一下对照。这是眉山五羊的茶，尝尝看。去年冯曹院送给我的，庆祝我们合作顺利。前为王善人，前为王善人也是他出卖的，不然呢？这个王善人富甲一方啊，家族3代曹魏为官。要不是冯英把情报给我，我真的很难怀疑，他竟是西蜀的暗桩。为什么要灭门？我和冯英的交易，见不得人，灭门是要制造江湖仇杀的假象。这狗贼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冯英此人品行恶劣，有的时候连我也有些不忍。此贼不除，我陈宫誓不为人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冯英杀了你父亲，他必须得死，必须要死得对你我有价值。在下能为将军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做。至少这2、3年什么都不用做。司文曹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先做。冯英这边的任务，你也要继续完成。今天你我的谈话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你也可以忘记，
司文曹给我的任务是拿走你们曹魏的秘密军情。那就继续。我不会在暗中监视你，当然，也没有办法向你提供帮助，一切都得要靠你自己。相信我，这不是个圈套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只有这样，你才可以瞒过冯英的眼睛。你要为司文曹建功立业，要好好的为他做事情，才可以靠近冯英，才可以杀了他。我有个预感，你在谍战方面一定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而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人。我明白了，做长线。我也相信。真的不吃吗？我也没有想到，司之却是这行当里的天才。我没看错人。但一旦诸葛亮获悉张合部队夜袭街亭，有了高唐炳这颗暗旗在司文曹，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截获成功送回的情报。小侄心服口服。不过叔父，下次能不能别瞒着我？这害得我好惨啊！是，那时时机尚未成熟。街亭案在西蜀引起重大骚乱之后，我向陈宫发出了第2条指令，叫他回去。所以那才是清兵计划真正的起点。正是。这回我可没有瞒你哦。曹元，这次朝魏争议的相当激烈，丞相上了出师表，圣上愿他便衣行事。恐怕也不会如此简单。不过跟咱们也没关系。
朝会上谈主龙案了吗？啊，谈到了。坏消息。好消息，李岩将军为曹院做了担保。圣上下旨免责，估计过2天，旨意就会到。消息可靠吗？曹院放心，是宫里的内线传出来的。丞相府那边怎么说啊？杨仪复出是曹院免责的条件。李岩将军答应了。答应了。不过还是给曹院留了个小尾巴。保留原职，戴罪图功，褫夺俸禄1年。哼，原以为要走马谡的路了，能这样，已经是上上大吉了。是。萧和审高堂炳审出什么名堂了吗？这还不清楚。现在荀孝和风头正盛，司文司不便过多介入。我现在情况比较敏感，这事儿你还得多上点心。冯曹院，您这意思是？高堂炳负责军谋司多年，弄不好就拔出萝卜带出泥。比如你殷四卫，跟高堂炳就好像交情不浅吧？曹院高见，属下明白了。我让司职去管外线，就是不想让他两兄弟都扎堆在内务这块儿。现在的司文曹，后院不能起火。是。陛下决策了，一应军国大事都交给丞相，便于行事。这……难道陛下忘了他过去说的话了？没忘。你只管单独进宫，另有定主。先到别墅绕个圈，然后再到进宫北门。是。陛下完了吗？大胆！臣死罪。道尊法师施法未完，陛下还在焚香，静候上仙降临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不能劳驾见你了。道尊法师，所示天意究竟如何？上仙最终遇事尚不知晓，不过揣测大意，应该是一动不如一静了。诸葛孔明一意孤行，所上出师表，藐视陛下深意。此番若不加以节制的话，后患无穷啊！丞相功高德昭，非诸臣所能忘矣。陛下谕旨。臣此乃密旨。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系玉带，陛下赐予将军，还望将军念先帝
托孤之重，卧薪尝胆，熬姜虾醋，尽心辅佐，不可单劳，以图汉室复兴。陈灵芝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系玉带，陛下赐予将军，还望将军念先帝托孤之重，卧薪尝胆，熬姜虾醋，尽心辅佐，不可单劳，以图汉室复兴。来人，在。取江水和醋汁来。是。我说的那2个条件，如果你不答应，那咱们就没什么可聊的。唐明兄，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，配合我，是你最好的出路。我在司文曹当司卫的时间可比你长啊，萧何。会怎么样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好啊。那我们就先不谈古正的事了，那个算是你的保命本钱。没给我下套，谈不上。在你唐炳兄面前，我就是个学生，有几把刷子你都清楚，但你必须要给我一些干货。我好交差。谈，可以谈，但是不谈核心问题。当时你和武仙道配合，准备盗取弩机图纸。是。有一个环节我没想明白。武仙道拿到图纸之后，我军已对定军山周边50里进行封山搜索，就算你拿到了图纸，也不可能送出蜀境。这个可以谈。军谋司按照朝廷法度，定期会巡查汉中地区的粮草储备和保管。这些天又有一批粮草要运往武都，押运粮草的正是程藩校尉。也就是说，你从古涧溪口拿到武仙道给你送的图纸，会把它藏在送往武都的这批军粮中。是。蜀军虽然封山搜索，但不可能对每辆粮车都卸货检查吧？更不可能想到我们会把图纸藏在军粮之中。程藩校尉知情吗？当然不知道，我不过是利用了朋友关系罢了。
机密，关乎晋商安危，守住他们。是。朕自即位以来，加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尊为相父。朝中事务巨细，咸决于亮。然三江未固，两川未安，朕寝不安息。而亮愈骄横，国之大事，皆不奏闻。太后急于召亮于太庙问之，而亮竟擅立张飞之女为后，朕不得不从。昔献帝之于操贼，未尝受此辱。先帝曾对亮云：“君才10倍曹丕，若四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是先帝遗亮也。诸葛孔明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萧何，能说的我可都说了。司文曹会把它记录在你的功劳簿上。是啊，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唐平兄了。可是关键的记住，没有赦免诏令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小何，小何，这两个要求并不为难，只要你直接向丞相报告，丞相必定禀明圣上，对我高唐平法外施恩。你也太自信了。当然，我知道的是，能让成都地震。唐明兄，你放心吧，这桩交易，我荀彧是绝对不会促成的。为什么？敌月死于你手。我要是答应你，既对不起死者，更对不起我表妹的在天之灵。萧何，你向来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你应该知道死人是不能复生的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也是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理由。通敌叛国者，必须死。萧何，萧何，再给你1天的时间，好好想一想。没有交易，没有条件，开不开口随你。但如果你不开口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司职已经回来，他不仅是将军门生，也算世交。此人侠肝义胆，而且又精通间谍之道。司文操完全可以交给他，将军又何必力保冯英呢？一人独大，并非为官之道。将军莫非对司职还有点信不过？少爷，你太单纯了。属下愚钝，只是觉得用冯英交换杨仪这笔账算不过来。这有什么算不过来的？杨仪复职，顶多是诸葛亮又复得了一个人才，有人替他跑腿办事而已，又没有什么实权。就算他是一个真人杰，那也是虎落平阳，没有什么大作用。
这倒也是。你记着，司文曹现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，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啊！可冯英这人靠得住，这就是微妙所在了。欲下之道，犹如棋局，必须阴阳相生。将军的道理太深奥了。那就给你简单的说吧，2个人为我负责，永远比1个人来得稳妥。那四之，哎，那不一样。四之虽说对我忠诚，但冯英在司文曹10余年的经营，成都的宫中都有他的暗线，这个不能比呀。将军，司文曹冯英拦阻车驾。冯英，下去看看。好。冯英，拜谢大将军。属下感念大将军救命之恩，铁门将军归来必须到此迎接，才能略表属下心意呀。少景兄，你这是何必呀？快请起。起来吧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将军，你我自己人，你再这样说，就见外了。属下还有一事，请将军移不寒舍。先上车吧。请。将军，里面看看。少卿啊，本将军年轻的时候，也曾游遍天下，到过东吴的建安、临川，这里的景致，让我突然感觉到，东吴的确和我们蜀地、曹魏大有不同啊！这蜀地险峻，曹魏呢开阔，气象是各有千秋。但是蜀魏啊，都是金戈铁马，杀伐之气太重，唯独这江南气灵最适合调养身心、怡情养性。少卿啊，你很会享受啊！你虽然是司文曹曹院，但你这宅子也太过奢华张扬了吧？你这样做不好吧？你让你的同僚怎么看你呢？大将军，其实这宅子并非属下所有，那是谁的？查一查。将军，是属下让孙令专门为将军寻觅的。将军在公务之余，不妨在此闭门谢客，尽享人伦之乐。少卿啊，这可是违反朝廷的规制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将军，这又不是公然贿赂将军，怎么就违反规制了呢？属下只是暂时借给将军歇马而已，只怕是以将军的才情，还瞧不上这简陋的宅子呢。简陋吗？简陋就简陋点吧，是吧？这个南郑行辕呢，确实是人来人往，太过嘈杂了。这宅子方圆5里地之内，都是司文曹的宅业，既僻静又安全。既然是冯曹院暂借，我们就不要矫情了吧？是，一应势必厨子都已经被将军准备好。将军，往里面看看。来，好。比前一段好多了。你看啊。没事。来，四之，帮我拿着。行吗？当然行。这个伤腿啊，总算是有知觉了。
那就是没什么力气。这老先生，果然是花刀传人啊，神医啊！小何，中午你不在司里，我让殷四卫陪我去看了一下高堂炳。高堂炳是个老油子，我给他加了些压力。哦，怪不得他情绪很不稳定。多年的军谋司司卫，司文曹套路他太熟悉了。要是不下猛药，他还会死扛。就现在还做梦呢。想要朝廷特赦，司文曹永不追杀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小何，把案子啊，不要带上私人恩怨，你要冷静。要不，高堂炳我来审。